老蒋这一生有干过什么好事吗？答案是基本没有。炸了汪精卫的坟，勉强算一个，其他的种种行径，那是真没眼看。别的先不提，就说一个事，您就知道他有多背逆。抗战胜利以后，老蒋为了抱紧美国大腿，短短几年时间就跟他们签了70多份条约，这些条约份份都写着卖国俩字。就比如1946年签的那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，听着很友好是吧？但里面的内容一条比一条炸裂，规定中国全境所有产业一律对美国敞开大门，美国人能在中国随便住、买地买房买产业，跟中国人一样，美国货进来税都按最低的算，只要是美国的船，甭管是商船还是军舰，想从中国哪个港口进就从哪个港口进，连内河都能自由航行。别说咱们了，就连他国民党内部的人看得都目瞪口呆，你这条约一签，跟直接把中国卖给美国有啥区别？而这还只是9牛1毛。就比如1945年签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，直接把中国货币自主权送给了老美；1946年签的中美航空协定，又把咱们的领空权转手相让。还有铁路、矿产、商业、海关、司法，甚至内政、外交的决定权，可以说美国能想到的权利，老蒋全都给送了出去；美国没想到的权利，老蒋也贴心的给他补充上了。这些不平等条约，让老佛爷见了都得说声自愧不如。咱们现在总嘲笑隔壁小日本成了美国的附庸，但是您想想，当初老蒋签的这些东西，要真的都实现了，今天的中国能比日本好到哪去？单凭这些，说他老蒋是个卖国贼，不过分吧？现在总有些给老蒋洗白的人，说什么不管怎么样，他好歹领导抗战胜利了，但问题是，这是他自愿的吗？那不是被张学良、杨虎城拿枪逼着干的吗？就这还犹犹豫豫，动不动来点微操，明着打压我军，克扣咱们应有的军饷就不说了，还在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，这种破坏团结的事情有啥值得吹的啊？再说了，这是他领导的吗？抗日持久战总方针是伟人提出的，平型关大捷、百团大战这种关键性战役的胜利，那也是在我党的领导下才拿下的。您再看看他抗战那些年都干了什么好事？1931年9·18，他命令张学良不抵抗，东三省丢了，之后更是先后签订淞沪停战协议、塘沽协定和和美协定，华北热河接连拱手让给小日本。最扯的是，77事变之后，淞沪会战都打响了，他竟然还在还大清的庚子赔款，给日本送了3.2万英镑。这些钱最后可都成了日军打向中国的枪炮。要不是国内舆论压力实在太大，我估计他都能赔到抗战结束。抗战初期就摇摆不定，天天想着和谈，对日军唯唯诺诺，对自己人大打出手，花园口决堤，文西大火，哪个不是他老蒋的手笔？现在一提这些事，就说什么那他也没办法。没办法，你就下台让有办法的人上啊，拿自己人开刀算什么本事啊？到了抗战末期，都快打赢了，又跟苏联签了个条约，直接把外蒙古1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给割出去了。抗战胜利后就更荒唐了，竟然冒着天下之大不韪，帮助侵华战犯脱罪，还雇佣他们做高级参谋。您说说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